对马来西亚的女性来说，1996和1997这2年可能是一段令人提心吊胆的日子，因为这期间出现了一名色魔连环杀手。当时坊间甚至传言说他有着英俊的样貌和高大的身材，可是内心却藏着一颗邪恶的心。他虽然阴险狡猾、诡计多端，却十分有女人缘哦。他就是在90年代被警方还有大马人民冠上大色魔称号的李兆明。Hello， 大家好，我是美貌与智慧并重的小南。在90年代有着这个大色魔称号的李兆明，身高6尺，说得上是高大威猛啊，属于系赖杀手的类型。他平日打扮光鲜，外表斯文有礼，但是手段却异常狠毒。时年30多岁的他被警方形容为一名性格狂暴的危险人物，因为在1996年的头10个月内，他就至少干下了16宗劫财劫色的恶行。他的干案手法呢很简单，首先他会根据名片、电话或者报章的分类广告联络目标，然后以谈生意的名义约出来见面后呢，再伺机暗中下药。有时他也会打电话到学校或者学院，声称要找一些女学生充当这个家庭补习老师，结果一些想赚外快的女学生就此中了他的圈套。1996年的9月13日下午4点住在达曼沙拉的杨秀玲呢，就打电话告诉丈夫，她准备前往班达武达莫的美的快餐店，会见一名诚信的顾客，谈论做账的事情，并约好丈夫在傍晚一起吃晚餐的。那由于杨秀玲呢是一名会计师嘛，那为了招来生意呢，她在9月2日至5日与2家报章刊登这个提供会计的服务广告。随后在13日这一天，她就接到了一名自称姓陈的男子打来的电话，要求与她见面商量帮她做账的事情。岂料呢，杨秀玲赴约后就离奇失踪了。她的丈夫因为等不到她回来吃晚餐，打手机也不通，就很焦急的到处寻找，结果怎样都找不到，只好在隔天到警局报案。自从杨秀玲失踪后呢，丈夫就发现有人一直在用妻子的提款卡在雪隆多个银行按钱呢。那直觉告诉他，这个按钱的人肯定不是他的妻子，于是他就赶紧通知银行还有警方。那经过一番的追查后，警方在吉隆坡的阿洛街就发现杨秀玲失踪前驾驶的轿车，而且从干案手法判断呢，嫌犯极有可能就是约见他的李兆明。一直以来警方其实都无法抓到这个李兆明。那随着杨秀玲的案件揭发后呢，警方决定悬赏2万令吉追击李兆明，希望重赏之下能取得这个破案的情报，并且也在全国派发4万张海报，势必要缉拿李兆明归案。不过，尽管警方布下天罗地网，数以万计的海报在全马各地四处张贴，但是李兆明的行踪依然不明。直到1997年1月29日，又有一名女性失踪了。这名失踪的女性呢，是住在太平的美容师林碧莲未婚。事发1年前呢，她在家乡太平自创一家美容院，平时生意是不错的。1月29日傍晚，她也是接到电话后出外赴约，结果就此失去踪影。她的轿车在隔天被发现弃置在美容屋附近的停车场，车内一片凌乱，而且店内的美容产品全部离奇失踪。由于林碧莲的失踪过程和杨秀玲非常类似，因此警方相信这和李兆明肯定脱不了关系。经过调查呢，警方得知事发当晚有邻居看到林碧莲和另外2男1女在住家附近的一间海鲜楼会面，好像是在商谈一些事务。而向来不喝酒的林碧莲呢，当时是喝着一杯橙汁的，这也是林碧莲最后一次被发现的行踪。至于碧莲家人，除了报警之外，也在报章上刊登这个寻人启事，并悬赏5000令吉的。另一方面，由于警方的追捕行动一直都毫无结果，所以雪州警方决定将原本的2万令吉悬赏金提高至5万令吉。
正当这个现场经被侦2个多月后，有人在金宝郊外的大路旁发现了2具高度腐烂的女尸。没想到警方还来不及查明这2具身体的身份，13天后的6月25日，警方又接到一宗投报，只在宜隆公路的地段又发现另一具女腐尸。短短2个星期内连续发现3具女腐尸令警方大为震惊。但3宗命案的案情都似乎与这个大圣魔李兆明有关联时，更令公众哗然。随后经过多日的追查，警方终于查出3名死者的身份，他们分别是林玉玲、陈宝平还有钟世文。林玉玲呢是一名保险的招待员，她于5月10日与一名新加坡朋友北上怡保，准备商谈开设一家家具店。那当晚10点多，她在金宝打电话给男朋友的时候，语气慌张的说遇到老千，接着电话就突然中断，自此就音讯全无了。而陈宝平呢是一名富家女，并曾担任这个会计师。失踪之后，她银行户头的15000令吉也被人从怡保还有金宝一带的银行分行提走，而她平时驾驶的轿车也下落不明。至于钟诗文呢，他则是一名中学生，于6月11日早上9点多外出吃早餐后就失去了踪影。事后，他的家人也在报章上刊登这个寻人启事的。接二连三发生的女性失踪案都似乎与李兆明脱不了关系。看来这时候也只有找到李兆明，才能解开这一连串命案的真相了。李兆明在被警方通缉这个期间呢，并没有停止犯案。他在落网10天前还以惯用的手法迷奸一名女性，然后趁着她昏迷时，利用小型录影机拍下她的裸照，再威胁她交出1万令吉领取这些裸照。那这名时年29岁的女郎呢，是来自柔佛州居然。她是因为在那个报章上看到一则广告招聘这个指教员，于是就打电话应征。殊不知她遇上的老板竟然就是李兆明。这起案件虽然发生在居然呢，但是狡猾的李兆明却约女郎在怡保某间购物广场附近见面，准备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而警方从这个女郎的口供还有干案者的手法，初步认定这个人极有可能就是通缉中的李兆明。于是警方就特别委派一名拥有20多年查案经验的中性警探负责此案。钟警探呢接下任务后，立刻部署这个擒匪的行动。他先是指挥雪州的专案小组要求支援，并于9月1日再安排女郎独自乘坐一辆 taxi 北上怡保，而他和女郎的丈夫则另乘一车尾随在后的。在前往约定的地点交钱之前警方其实已经布下天罗地网。原来负责载送女郎前往赴约的 taxi 司机是一名警探。那时间来到凌晨12点45分，这名假 taxi 司机就抵达约定的地点后，依计行事，故意因为车资的问题与女郎发生争执。正当2人吵得面红耳赤的时候，李兆明终于忍耐不住现身干涉。就在这时呢，埋伏在现场四周的警队立刻冲前展开包抄。李兆明见势不妙拔腿就逃，警员随着开了一枪，射中了李兆明的腿部。可是他中枪后却跃上一辆车，还企图撞向警员了，然后亡命的逃跑。警队也急忙驾车追上，最后其中一辆警车撞向了李兆明的车尾，才得以逼使他停车，束手就擒。在抓到李兆明的时候呢，警方起初还以为抓错人了，因为他的样貌还有通缉中的照片大为不同哦。原来自从被警方通缉后，李兆明就开始改头换面以逃避众目。他原本的2号短发已经变成长发，皮肤也因为长期匿藏变得更加白皙，脸部呢也圆润了不少。李兆明落网后就被送往医院，结果传出他原来是一名艾滋病带毒者，而且病情相当严重，只能活多5年。因此，警方就边允许他留在医院就业，边派遣经验丰富的警员陪他聊天，套取情报。等时机成熟时，才正式向李兆明录取口供了。在众多女郎遇害的案件中呢，警方优先处理这个女会计师杨秀玲的失踪案，因为杨秀玲失踪近1年以来一直生死未卜。1997年9月16日中午时分，躺在担架上的李兆明被抬离靶身的医院，带领一支警队前往蛇兰一个丛林山坡。在这里，警方寻获了一双女鞋，还有一只女装手表。
原来早在1996年的11月29日，警方曾经接获投报，在此处找到一具身体，但由于身份不明呢，一直无法确认这个逝者的身份，而身体也一直存放在这个中央医院的验尸房。直到李兆明落网后呢，带领警队到现场讲述他栖身的经过后警方才能确定这名女逝者的身份，并通过 DNA 证实她就是失踪了1年多的杨秀玲。1997年9月26日，李兆明在带领警队前往金宝发现身体的现场，他向警方否认有对林玉玲还有陈宝平进行这个性侵犯，只承认当时他只是想劫财，在他们反抗挣扎时错手扼死了他们。接着，在1个月后的10月24日，李兆明又带领警方前往太平某个游种园，在他的指引之下，警方挖出了一副骷髅，经过法医还有 DNA 的化验证实，这名逝者就是失踪多时的美容师林碧莲。随后，李兆明再带领警方前往屋边的栖身地点，承认钟诗文是被他杀害了。他是于1997年6月11日接到李兆明的电话，出外与他见面时，因为认出他就是警方通缉中的大色魔而被灭口了。就这样，警方在李兆明的指引之下，足以侦破了5名女性惨死的血案，在短短10个月内连续下毒手杀5人可见李兆明的手段残暴的令人发指1997年12月5日，时年33岁的李兆明扶着拐杖被带上太平的推事庭，面对被控谋杀的罪名。但是后来案情峰回路转，李兆明改被控误杀罪名，只需坐牢15年。但最终呢，他也只服刑了2年，就因艾滋病毒发在太平医院病逝了。李兆明离世后呢，他身上的刺青也随着曝光。原来他左右手臂上都纹了一个张牙舞爪的这个猛虎下山刺青，猛虎旁边则有另外一行看似皱纹的刺青，而背部还有一个看似神庙的图案。对于这点心理学家认为李兆明可能觉得这些皱纹能带来神秘的力量，好让他干案后可以有恃无恐。后来呢，他的遗体就由家人领出后送往火化，骨灰就撒在这个18丁的海域。至此，这个曾经令无数女性心惊胆跳的杀人大色魔结束了其荒淫又残暴的一生。通过这起事件，小南想提醒大家，任何时候都要保持这一个心，就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女性们也要随时观察自己身边的情况和环境，随身带着一些防身物品甚至学习一些防身术，既可保护自己，也可保护别人的。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在此，小南也想和一直以来有在关注我频道的观众朋友说明，从今年5月开始呢，我的频道会每个星期更新2支奇案视频，所以喜欢听故事的你们记得按个赞让我知道，还有分享。新朋友也别忘了点击你的右下方订阅我的频道，还有开启旁边的小铃铛哦，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任何的视频啦。想要知道我的最新动态，可以关注我的 Facebook 和 IG。我们下期再见，拜拜。